为真爱留着空白，现实却很无奈，越着急越等不来。风一吹散雾霾，被辜负时间安排。你潜入我心海，爱你却说不出来。为爱等待，经过太长的无奈，不再犹豫，不再疑猜，你就是我的爱。为爱等待，等到你把心敞开，不再徘徊，勇敢去爱，认定你就不改，你就是我的爱。I need you, I want you, I love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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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love you. 你不硌呀？没事儿，又不是第一天割。你这么睡会着凉的。没事儿，就一晚上，问题不大。明天我就让我姐来领人。那你上床来睡吧。确定？把衣服穿好。我也没脱衣服。你睡这边，我睡那头。我觉得我们俩不像睡觉，像立正。要是睡不着，你就说点什么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你放松点儿。这几天，你为什么总提一张床的事儿？话赶话就说到那儿了，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没睡过我的床。那天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是故意的。我觉得你太累了，想让你在床上睡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后来还是下来了。后来我下去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人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儿都不负责任。你要我负什么责任？紧张。紧张。别紧张。现在应该不会有人敲门。剩下我们是要假戏真做。切吧。喂，姐。
我姐夫呢？哦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好，客厅柜子底下有手电筒。好的。秋阳，秋阳，你干嘛呢？大晚上不睡觉？隔壁没电了，我姐给我打电话。哎呦，糟了，忘充电了。你姐不会这个，我来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去了，大半夜的你过去再添乱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听我说，你要去就行，你把那充电卡在那个茶几底下铁盒子里头，找不着给我打电话。成吗？行行，知道了啊。还有出了门往南走，小区里头就有一个 ADM 机充电。好了。电卡。这个业务挺熟练嘛。这我家，我业务能不熟练吗？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我觉得你真离不开姐夫。姐夫刚走2天，家里就乱套了。你这又忙家里又忙工作的，哪顾得过来呀？要不就把姐夫叫回来吧。你不都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？我跟你情况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就是要让你看看，离开你姐夫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。姐，我觉得你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。我姐夫可能出轨吗？他你又不是不了解，最多那就是给人家做顿饭。那这么多年我少他吃了，少他喝了，干嘛要去伺候别人啊？家里那么多的事情，凭什么要给别人端茶做饭呢？他不是想找点自己的事儿干吗？发挥一下自己的价值吗？他就是心野了，家里拴不住他了。你总这么拴着他也不是事儿，迟早会出问题。尤其是男人，他需要找机会来证明自己。让他证明啊！我不是都给他放出去了吗？家里门锁都换了，他可以永远彻底的不回来了。姐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好，真的。本来就给人家端茶倒水，你这么一来，那说不定就给人家就暖被子去了，是吧？这点还不回来，那说不准俩人已经这样真不好，我觉得。这么多年，他也没给过我暖过被子。姐，我逗你呢，别哭，姐夫在我那儿呢，他在我那儿呢，现在就他那样能去哪儿啊？他在你那儿啊，姐，我觉得你其实心里还是在乎我姐夫的，要不然我就把他叫回来。你别把他叫回来，你让他在你那儿好好的反省反省，等他想清楚了，心收回来了再说。行吧，先走了啊。回来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那边电充了没有？啊，充完了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写什么呢？哎，我这刚刚想了几个私房菜，把菜谱写下来，你帮我看看。姐夫，哎，你跟别人合伙开店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姐好好商量商量再说。你姐是不是说什么了？啊，那倒没什么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让我好好反省，跟那什么任思思断绝往来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你们俩之间有误会，不是触及本质的事儿，需要沟通，把话说开了就没事儿了。哎，等，坐这儿再说两句。既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我也跟你说几句实话。我跟你姐那矛盾，就不是误会，本质上就不合适，对吧？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每次吵架，都是我道歉服软，啊，
他怎么着啊？啊，习惯了，成理所应当的了。我这一次一次妥协，啊，这回好，我好不容易找回自己想做的事情了，我碍着他什么事儿了呀？再说了，我这次态度很坚决，我绝不能再像过去一样，让他给我圈养在家里头。我也得要自由，跟你似的多好呀。我好吗？好啊，哪儿好啊？多完整啊，人生。离了2次婚，现在又找那么一合适的，合适吗？合适，漂亮。那怎么着你也想离2次啊？我把人生交给命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姐夫，哎，说实话，这么多年你跟我姐，你们俩的婚姻，在我心里面是榜样，我很羡慕的。你们俩没什么本质上的矛盾，最多是家庭内部分工协调的问题。好好沟通沟通，这样。今天下班以后啊，开一家庭会议，你、我姐再叫上剩下我们4个人，不行的话就举手投票，行吗？少数服从多数，行吗？试试呗。快睡觉。哎。你不在家啊？我在你家门口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有什么事儿就在电话里边说吧。哦，就是那天咱俩商量开餐馆的事儿，我想好了，决定跟你一起干，就按你说的做，你出资，我出技术。昨天晚上我还把那些菜谱都整理了一遍，还有一些新的创意。等你能跟我见面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啊，对了，思思，我觉得咱俩这组合如果配合好了的话，很有可能成为餐饮界的又一传奇。干嘛呢你？红灯红灯，往后让！哎，思思，你在哪儿呢？说话呀！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我咋能骗你呢？我说话算数，不过你得帮我个忙。这事儿得过我老婆那关。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家庭会议，我想请你以合伙人的身份见见他们，这样他们也放心。你一定要记着你说的话。知道了。那我把地址发给你，别迟到了啊。放松一点，今天的会我来主持。我把任思思叫过来了。你把她叫来干嘛呀？不是，我怕我自己说不清楚，把她叫过来不就有说服力了吗？今天是要给我姐下一台阶儿，才能很好的说出你的心愿。你把她叫过来，不是添乱吗？程阳不是说开会吗？人都齐了，我们开会吧。啊，姐，哎，盛夏，快过来，开会了。
别忙。今天这会议呢，我来主持啊。对啊，还有人没到呢。咱家还有什么人呢？我把我的合作伙伴请过来了。不是说开家庭会议吗？你把外人请来干嘛？姐，我觉得今天啊，我们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聊一下我姐夫的工作问题，以及他未来的一些事业规划。哎，姐，我还以为是开什么反思道歉会呢。有些人真够逗的，替人家做了几天老妈子，就以为是发展事业了。秋月，你别侮辱人啊！侮辱你，我还不好看呢。秋月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早跟你说过，我跟他没法沟通。张成龙，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空手画大饼啊？哎，姐，冷静一点啊，都冷静一点行不行？这样，今天就当是给我面子，听听我姐夫的想法。今天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吵架啊。姐夫，你说说你的想法，你的打算。我的打算就是和朋友合伙开一个餐馆，主打少盐少油的健康菜。等等，什么朋友？钱呢？钱从哪儿来呀？姐，你让我姐夫把话说完啊。秋阳，没事儿，石大爷都告诉他，跟我合作的叫任思思，他出钱我出力。你知道吗，秋阳？那个姐呀，我觉得其实我姐夫他有这个想要重新工作这想法，还是好的。至于那个什么样的工作形式，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你别跟着他瞎起哄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这叫工作吗？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跪求包养。你老白脸啊！吃软饭吃我一个人还不够啊？什么人呐？投你这个无底洞，你以为你谁呀？灶王爷转世，妙手神厨啊！秋月，你说我什么都行，你别扯上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成吗？你看看，说都说不得。张成龙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当着我们这几个人的面，我还非让你说清楚不可了。你和那个什么任思思什么关系啊？我跟那人……冷静一下，姐，冷静一下。你好，你找谁啊？思思，你来正好，你跟他说清楚咱俩到底什么关系，啊？那个任小姐是吧？快，那个正好都是自家人啊。我们正在商量我姐夫工作的事儿，快请坐，请坐。我怀孕了。啊？孩子父亲在这儿。思思，你疯了？你看着我干嘛呀？你这事不能胡说八道啊！对，任小姐，那个这事儿得想好了说，懂吗？秋月，你别激动，他瞎说呢。张成龙，你真有本事啊！姐，哎，几个月了？几个月了？3个月，3个月了，姐。姐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之前姐夫一直替我背黑锅来着。秋阳，啊，孩子是你的，
你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没错，这孩子确实是我的，姐夫，你放心啊。啊，那个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再替我背黑锅了，我就把他追回来。盛夏，你别激动。没事儿，姐，我真没事儿。我们先回去。张成龙，你跟我走啊！秋月，别吓唬我成吗？吓唬你什么呀？切苹果不用菜刀，厨房有水果刀，我去给你拿去吧。张成龙，今天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啊。好吃吗？还是甜吗？甜。甜啊！啊，可以说实话了吧？秋阳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如果那真是秋阳的孩子，他会让任思思到家里来，在盛夏面前自投罗网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秋阳把任思思请来是为了解释清楚，怕你误会。结果他俩在来的路上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吵了一架。你也知道孕妇的情绪不稳定，任思思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直接小心点，直接就说了实情。我跟他是真没关系。再吃块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任思思不是怀孕了吗？那怀孕了总得有人照顾吧。秋阳要不方便，就拜托我了。结果这事儿不让你发现了吗？实在没招了，才扯出开餐馆这幌子。我是秋阳的亲姐姐，她干嘛不告诉我呢？那就你这性格，你知道这事儿你兜得住吗？再说了，出轨这种事情，打死我也不敢啊。真的。误会你了啊！再吃块。张成龙，要是你骗我，不敢了，不敢骗你。喂，姐夫，找着思思了吗？没找着，我追出去，他人就不见了，附近也没有。哎呦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一个女孩不会出事儿吧？我也知道这事儿，怪我把她叫来的，没想到闹那么一出。谢谢你啊，秋阳，帮我挡了一道，要不然麻烦大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孩子是我的。我知道孩子不是你的，他也不是我的。没事儿，我都承认了，孩子就是我的，你别那么紧张。你呀，好好的跟我姐解释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盛夏那边你怎么办啊？盛夏不用解释，没事儿。好，放心吧，啊。
睡了。煎鸡蛋啊？啊，煎鸡蛋。糊了，你这鸡蛋煎的。行，这个我吃。我给你煎点新的啊。进。邱总，您找我？嗯，那个家园医院整体更换新风系统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从明天起，你就做这个项目的现场监理。为什么是我啊？你跟胖大海很熟，对吧？同时，你又是盛夏的闺蜜，我觉得你去可能沟通起来会比较顺畅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去也没关系，我换别人。哦，不是，都是工作嘛，老板说干啥就干啥。哎，把这个于总送去，顺便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具体资料。啊。你跟邱总最近怎么样呀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们俩还没好呀？我们好过吗？你拒绝孟征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因为他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别蒙我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其实你们俩挺在乎对方的，你呀，就是嘴硬。我没有。其实我也想明白了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对于邱总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所以现在我也没什么遗憾了。是要放弃吗？我的青春还有几年啊，我得赶紧翻篇了。那我该说什么呢？祝福吧，祝福你早日找到真爱。谢谢，我会的。唉，以后你跟邱总之间再也没有障碍。本来也没有什么障碍。你不会是因为我才放弃的吧？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？我像是那种会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人吗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要能跟他在一起，那就太好了。毕竟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我们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人。就算是现在是冲动在一起了，注定也是个悲剧，将来一定会分开。你怎么那么悲观啊？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？最近他们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姐姐跟姐夫在闹离婚。我突然觉得，婚姻是一件让人感觉无力的事情。不管你再好的感情，都会因为岁月的积累而消失殆尽。你想那么多干嘛？到时候不合适再离呗。与其两败俱伤的分开，又重新回到一个人，还不如没有开始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就永远没有开始。秋月，秋月，秋月。
思思，思思，是你吗？思思，说句话。思思，哎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没关系，都能解决的。你吃饭了没有？你在哪儿？要不我过去找你。思思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那种话不能随便乱说的。我跟我老婆差点离婚，你知道吗？离就离呗，那样你就更自由了。思思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跟我老婆只是一直有误会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。我们有我们的孩子。是啊，男人都是一样的，不会离婚。思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这2天怪怪的呀？我怀孕了。我知道你怀孕了，那怀孕了就赶紧结婚吧。和谁结？和你结吗？跟孩子的父亲啊，他不知道吗？你没跟他说啊？他让我把孩子给打掉。啊？医生说我子宫壁太薄了，如果这次打掉的话，我以后就怀不了孩子了。那不能打呀。他不会和我结婚的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能。为什么呀？就和你刚才说的一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有家？思思，那你不就成了？龙哥，我是不是很坏？是不是和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你太傻了。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傻。我以为和他分手之后，我就可以重新开始生活，没想到我竟然怀了他的孩子。这可能就是上天对我的一种惩罚吧。但是我一接到你的一通电话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并没有那么糟，于是我就去你家找你了。但是，我听到了你跟你妻子的对话，当时我就觉得，你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幸福，你的妻子在不停地指责你跟谩骂你。我觉得你们只需要一个触发点，那样子大家都能解脱。思思，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我谢谢你能为我想那么多，至少说明我们还是朋友，对吧？谁把你当朋友啊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你没看出来我对你的企图吗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能有什么企图？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。你离婚，和我结婚，你不就是想创业开餐馆吗？我投资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看行吗，成龙哥？思思，把手松开，这样不合适。秋月，秋月。姐夫，站这儿干嘛呢？你说我干嘛呢？到底怎么了，姐夫？我姐电话里发那么大火，我公司正在开会呢。我去见任思思了，让你姐看见了。姐夫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不要再去见任思思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做。我怕她出事儿啊。她看见你们了，也不至于生这么大气啊。任思思情绪不太稳定，慢慢拉着我的手，
被你姐看见了。你们俩拉着手被我姐给同框了。我是觉得任思思挺可怜的，之前交了个有妇之夫，被甩了，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到医院一查，人大夫说你要做人流，以后可能就要不了孩子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没想好呢。我姐电话里说要跟你离婚，我不离，态度很坚决。秋阳，这事儿你得帮我。我怎么帮你啊？姐夫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你自己去面对。我怎么面对呀？进去，勇敢的进去，面对我姐，把该说的跟她说清楚。我倒是想进去呢，把我轰出来，给我锁外头了。我帮你啊！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谁呀？姐啊，我秋阳，你把门打开。哎，好，哎呀妈！哎呦！秋阳，出去！你听我解释，秋月，这事做的太过分了。不行，太过分了！我进来我就不会走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就不行。那怎么地吧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走了，谁给你做饭？你给我出来！我就不出去。你给我滚出来嘛！我不出来，我就是不出来了。我跟你解释半天，你也不听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看见你就烦，就恶心。你就恶心吧，打死我也不出去。喂，果果，我爸呢？出去了。哦，那我待会儿再打吧。哎，等等，不和你爸爸说话，你可以陪你妈妈说说话。你好吗？不好，我生活费都没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爸不是2周前刚给你寄过钱吗？那哪儿够啊？现在汇率都涨了。你又瞎说吧？我看新闻了，不是跌了吗？哎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爸什么时候回来？没准呢。那我打他电话。哎，你花着我的钱心向我爸，真是个白眼儿了。张成龙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把你的银行卡给我交出来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财政大权没收了。看电视呢？这电影有什么可看的？不如看个体育频道。那真实，这太假了。协议第29条规定，电视遥控器掌握在女方手里。再说了，你不说你从来不看电视吗？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哎，周佳，坐一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姐跟我姐夫闹得挺凶的，今天我姐打电话说要离婚。我想你方便的时候，能不能去劝劝我姐，帮我姐夫说说好话？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我姐现在认为我跟我姐夫是一丘之貉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你出面比较好些。那你告诉我，任思思，她跟你姐夫到底有没有关系啊？有一点关系。那他那孩子真的是你姐夫的？如果是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肯替我姐夫说话了？那当然了，
不是。那个孩子是谁的呀？我那天不是说了吗？秋阳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就算咱们两个是假夫妻，你是不是也太肆无忌惮了？怪不得你不想结婚，这就是你想要的自由。怎么那么不自爱你？你先别急嘛，你听我说。如果我告诉你那孩子跟我和我姐夫都没有关系，那是任思思的一段恋情，一段不道德的恋情。她本来想结束的，结果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那天才莫名其妙说了那话，你信吗？我懒得信还是不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不至于那么没脑子吧，所以我真的拜托你，方便的时候劝劝我姐，我不想让他们离婚。看我心情。你刚才骂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什么异样的感觉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就是挺异样的。干嘛呀？不干嘛。你放开我！我不喜欢别人碰我。你说假话。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，我要远离你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相遇，不是相遇都能在一起，要经过多少等待和犹豫，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离。太多爱一直是埋在心底，终于全部拿出来给你。开始惦记，追你的惦记，也不再漫长，心不再下雨。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。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。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不孤单浮沉在这时光里。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。慢慢爱上了你，慢慢离不开你，才发现这世界如此美丽。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你，变成了那个最真的自己。慢慢离不开你，慢慢变成了